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合金弹头4最高难度一命通关，玩家是来自于游戏的小龙神。第一关，本作的剧情已经不是打摩登了，而是要打阿马迪乌斯博士的势力。出门捡到了一个双 H， 刚才那里有一个蓝色的勋章，跟大家解释一下本作的勋章系统。勋章其实只涉及到分数的高低。那么如果你吃到勋章的话，会进入一个 combo 模式，这个模式下得分是有加成的，而且呢勋章之间可以互相合成，4个蓝的和个绿的，4个绿的和个红的，4个红的和一个灰的。阶层数越高，你的分数会越多。这种打法呢一般适合高玩来追求高分，一般的玩家如果速通的话是不会考虑吃这些东西的。这里是下水道，4代也像3代一样有了分支的系统，第一关、第3关、第4关、第5关都有分支。速通的话，分支选择你就要考虑哪条路的路程更近，哪条路给的手雷和武器最为强劲，哪里有效率，哪里的过关时长比较短，就要走哪里。4代的流程还是6关，第6关流程超长。这是第一关的 BOSS， 这个 BOSS 是一个飞艇，这个飞艇竟然有名字，叫做勇敢的游击队员。战斗呢一共分3节，这是第一段。第2段。现在主人公选用的这个角色纳迪亚也是有来历的。下一关吧，因为下一关没有分支，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角色是怎么来的，以及它的诞生的背景故事。第一关就算是练手了，非常的快，2分钟解决。这里我们看到了英里。第2关开始，英里还有塔尔玛在本作呢都以 NPC 的形式登场，并不能选用，而且替代他俩的呢，一个是男性角色特雷弗，一个就是现在选用的纳迪亚。这里有一个新的载具，终于可以咱们自己用了。这2个角色是怎么来的呢？本作发售于2001年，这个时候的 SNK 已经破产了，因为它的家用机还有掌机双双扑街。破产之后呢 ，SNK 就委身给了一家韩国公司。这家韩国公司在制作这款游戏的时候，就制作了这2个角色。这2个角色在审美上更适合韩国玩家一点。这个情况就非常像拳皇2001的李梅，就是可以普通模式和英雄模式来回切换的那个角色。所以说，很多时候游戏的背景故事也是很有趣的。往往比游戏本身更加精彩。那如果游戏的录像本身不是我来打的，我就有精力在给大家解说的时候介绍这些东西，否则的话我的精力就会放在这个游戏本身上，因为我是一边玩一边解说的。第2关这里有一点难度，我感觉因为2001年我已经告别了街机厅这个环境，那像合金弹头4代2001年之后的这些产品这些游戏吧，我一般都是在模拟器上接触没有了当年的反应，再加上游戏的环境不大一样，所以感觉游戏的味道也这样。C 是跟踪武器，这个地方需要背板。当然了，速通的话，你需要对整个游戏的所有版面都非常熟悉。这颗车很奇怪，竟然有履带。那4代呢是韩国的制作组制作的，3代是本游戏的一个巅峰了，可能这个制作组也清楚无法超越3，所以呢，在4代的时候就加入很多的怀旧要素。你包括现在咱们这个场景在1代的也出现过，
在游戏的后边，咱们也可以看见大量的这种情况。你可以认为4代是对整个合金弹头之前系列的一个总结，而且4代的副标题最后的弹头也承认了这一点。这个斜坡很长，这 H 就这么吃了。好的，本关的 BOSS 战，艾伦。当然了，游戏背景呢，艾伦是假的。本关的 BOSS 叫做武装塔，一共有5层。但是打这个武装塔是有技巧的，不用每层都打，因为有的层数呢，你可以利用上边掉下来的时候把它压爆，而且下边最底下的第5层其实打不通的话也是不用打。这个 BOSS 非常抗揍啊！想要上面的层把下边压爆，就要控制一下血量，控制一下 BOSS 承受的伤害。好，有2层已经被解决了。这个第2层也没什么威胁。之前他上这个台阶的时候，上这个木质的台阶的时候，是利用了自己受伤之后被打飞，然后落上来。这个让我想起了 FC 平台的很多游戏，什么恶魔城之类的。好的，第1层就是艾伦所在的层数，疯狂输出。现在看可能要扔出去个坦克，扔了，打完。第三关又有分支了，有2个分支，一个是走血坡，一个是走崖顶。但是第3关呢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，就是你的 F 最好要保留到 BOSS， 因为这个武器打 BOSS 是很快的，你起码要有个20多发。好，吃到了 F。I 是钢铁蜥蜴，扔出像地鼠一样的子弹，这个不是新武器了。看这里，他采取了一种截弹的方式在前进，尽量不使用自己的 F。25发 ，BOSS 之前还有一个弹夹。好，这个木头要打。真的猛啊！坦克撞爆了好几个。34发够了，又吃了个弹夹44，见到了老熟人摩登，这个摩登也是假的。干掉。F 打这个 BOSS 真的是快啊！塔尔玛，很遗憾，你只能看见 NPC 状态的他了。第4关的分支非常有趣，上路呢是打僵尸，下路是打木乃伊。分别对应了3代和2代的元素。现在这个载具也是本作新的，这个非常像2代的时候那个蜥蜴怪，就是变红之后可以和你同归于尽，炸你的那个家伙。直升机我感觉比原来抗揍多了。好，走上路去打僵尸。
这里肯定要选择这种流程短、打得有效率的。当然，难度上速通就不考虑了。你像第5关的分支走的也是短的那个路线。哦，这下撞得非常爽。真的勇啊！正常的打法是蹲在屏幕的左下角，速通就是往前冲了。这个场景也很熟悉，之前的作品里也出现过。本关的 BOSS 战，这个 BOSS 叫做大约翰。大约翰呢是一个游乐场的机器人，被博士改造之后就变成了战争机器。这里是用火来控制药瓶，因为这小飞行器带出的药瓶可以把你变成僵尸。应该是快炸了。忘了跟大家介绍了，上一关那个摩登驾驶的坦克叫做钢铁号。第5关，第5关让人想起了3代金字塔的一个分支，风格非常的像。前方不远就是分支路线了。分支路线一个是直走，一个是走下路的电梯。电梯这个路线的难度总体来说比直走那个路线要高一点，但是流程会稍短。前方到第3层左右的时候会出现好几辆坦克，你需要快点把对方消灭。来了，这个地方打起来感觉有一点像2代的第5关，打火车那里上面有个坦克，迅速的用手雷扔爆了。捡到了超级榴弹，这里开始省。全扔到坦克身上了，还有7发。上船了。本关的 BOSS 是一个潜艇。这里没有火力，打起来真的感觉乏力啊。好在现在时代进步了，有连发。有一发半跟踪，为什么说半跟踪呢？因为 C 是全跟踪，弯拐得更狠。我的天啊！小的时候用这种子弹来拆2代的火车的时候，感觉真的是太无助了。有一个子弹至今还没有见到，就是发射会跳跃子弹的那个武器，因为它的子弹会跳，发射跳跃的子弹，所以说一般大家都管它叫弹球弹。想不到吧？好的 ，BOSS 战
这艘船被第一关的飞艇给拆了，300多发子弹，9发雷，这样差不多。子弹打完，基本上这个 BOSS 也就挂了。哦，打完。第5关的流程就挺长，5分钟左右，而且是打得比较快。第6关要打7分钟左右，所以说这2关就占据了一半的流程。这个场景其实是很有创意的，但是它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这绳子为什么这么长？我没了一个 R。吃反了，这个先吃武器后吃弹夹呀。上面有个 H， 敌人的军服变了，蓝色的。我的天，这下没把我心吓得跳出来。刚才人家发射了一发子弹，他正好从上面跳过来。这如果是我，就很容易听见那声熟悉的音效，就是主角的尖叫声。我这个要吃了。哦，强制过关的时候人物无敌。手雷，手雷这里顺利的话能攒到50-60发 ，BOSS 那里还能打到，所以搞个70-80发是没问题的。主要是为了对付最终 BOSS 的第3形态，前2个形态无所谓，第3形态一定要速战速决。先把 H 打完，再吃激光。哦，这里给的跳跃的空隙太小了。好，假的摩登。坦克。招了一发手雷。但是这个点要站住，丝血了，坦克丝血了。啊，这回知道珍惜了是吧？还不如刚才放了呢。其实这3个家伙可以用坦克的1发炮弹解决掉。弹夹。59发。这里一看就是要打艾伦，这个场地太熟悉了。艾伦的子弹是蓝的。机器人嘛，弱点是激光。
得，这个 AI 坏了。最终 BOSS 战，阿马蒂乌斯博士，一共3个形态，前2个形态的机器人还好对付，第3个形态有难度，所以说最好把所有的手雷都留给他。最后的形态没个80-90发手雷炸不死。然后左边红色的机器人，他先是伸出了2门和合金弹头2代火车那关 BOSS 差不多的炮，一会儿他会发射出飞行的发射激光的机器人，那个形态就比较难对付，而且一会儿从他的身体的中下部位会伸出电锯。用了几发雷，电锯伸出来了，一会儿还会缩回去，这里有难度。手雷又来了，74发，打爆，最终形态。紫色的子弹非常难躲，这个需要背板了，站点，然后就是这种激光，有的呢需要跳，有的需要蹲，跳的和蹲的就要靠玩家自己来掌握节奏了。手雷已经扔没了 ，BOSS 好像没放全屏大。差不多了，弹尽粮绝。这里要跳一下，通关。最后的形态真是难打呀！那打完最后的形态之后呢，还有一段画蛇添足的逃亡期，因为基地要爆炸了。好吧，这里咱们也看一下，总体来说4代还是非常经典的，对自己的定位也非常明确，明知道不能超越3代，所以说走了一个怀旧向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合金弹头4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坑再见。Mission